是美股的英伟达啊，这次的票是来自于咱们的会员约稿，想看一下当前英伟达整体的上涨结构走到了什么样一个波浪形态当中，后期整体上涨的目标或者压力还有多远？那么近期中短期想参与的话，我们应该等待其中的哪一个结构出现之后才可以继续波段做多。那接下来我们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视频话题。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以波浪理论为基础，以形态学为辅助，那么找到当前市场当中存在的机会。那么也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那么英伟达是美股的科技七巨头之一，甚至于说它可以说它在某一个阶段它也是美国股市的一个风向标，因为它毕竟是高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那么从整体的周线走势来看，英伟达一直处于这个五浪上涨的这个推动浪形态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先划分一下大结构的走势。从它上市之日起就是一直在走这个一浪，然后回撤的二浪，主升的三浪，以及快速下杀的四浪，目前可以说是处于这个第五浪当中第五浪当中。那么按照以往的这个结构划分，四浪的调整的时间跨度按理来说它应该和二浪不相上下，但是这一次来看，整体的四浪调整时间它是明显小于这个二浪的小于二浪的。那么主要也是因为在24年年底一直到25年年初的这4-5个月时间里，它是以这个空间换时间的形态来完成了此次四浪调整，并且这一次的四浪调整它整体的回撤幅度也是比较深。大家可以看到盘中是跌破了 0.382 的位置，也就是 98.80 最低去到了87。所以说这一次的四浪调整它整体的幅度是比较深的。那么从这个四浪结束之后它其实目前就是处于这个新一轮的第五浪上涨当中。目前可以看到这个第五浪是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那接下来我们要从更小的周期来划分一下结构，来看看当前是运行到了这个第五浪当中哪一个级别的子浪。从目前的天图走势来看比较清晰的是目前可以说是完成了其中的子浪一和子浪二。子浪一子浪二，然后从这个子浪二的低点开始 95.04， 它一直都处在这个子浪三的上涨当中子浪三的上涨当中。那首先我们还是借助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子浪一和子浪三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通过波浪尺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后期整体上方的目标或者说最近的位置有两个，一个是位于3.382 倍的191美元，另外一处是位于4倍空间的409美元，191、209这就是后期或者是中期上涨这个三浪可潜在的压力目标位因为它整体的上涨它不可能无限制的冲高，中途也必然要出现对应结构的一个调整所谓的下一波的这个四。那么刚才说了，目前就是处于这个子浪三的上涨当中。等这个子浪三上涨完成之后后期还会面临一个子浪四以及最后一个子浪五。届时这个周线刚才所说的周线级别的大五浪才会全部结束。此处是子浪二，目前是在子浪三当中，后期还会面临一个子浪四以及子浪五的再次冲高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是大致的去划分一下目前这个子浪三其中的一个内部结构1、2到这一阶段都属于3，此处有一个强势调整的4，目前是处于第五波当中但是我们再来数这个第五波的走势，它又分别走出了1、2、3、4、5、6，后期有一个7，说明什么问题？这个第五波内部也是在走延长浪。从当前的这个结构划分来看，后期这个第五波走势
内部可能也是要走出真正的一个9波形态才会全部的完成。1、2、3、4、5、6、7、8、9，此处我们用紫色弹来表示。那通过这样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当前就清楚了，我们目前是处于周线级别的大五浪，日线级别的五浪三当中日线级别的五浪三当中，如果继续细分，是位于其中的五浪3杠5的这样一个后半程的阶段。其实从当前的位置180美元来看，向上的整体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也就是大致10到30美元这样一个空间。因为整体的3浪上涨的幅度和1浪的对比子浪3和子浪1的对比，其实已经非常接近4比1的这样一个比例关系。所以这里我个人觉得，当前继续往上出现新高之后整体的风险是越来越大整体的风险是越来越大。就算后期我们想要继续波段看涨，那么也需要等待这个子浪3完成之后届时我们画一下黄金分割，找到子浪3的起点和子浪3的终点，画出黄金分割，看一下下方大致是位于这个 0.236 到 0.382 中值的位置，以及到 0.382 这个区域，就是下一次的一个潜在的波段做多的一个位置。那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画就是所画的这个子浪3的高点来看，那后期下方关注的低点支撑是位于170到163美元这个区域。那届时如果从170美元开始再次向上，比如涨到220或者240，那这样的空间幅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波段操作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目前从日线结构对它的逐一去划分。那接下来我们再反身看回周线图，来看一下大3浪和大5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那这里我们依然要考虑参考一下这个波浪尺。那通过波浪尺的测算，我们可以看到两者5浪和3浪的幅度比例关系，那后期大致是能看到228美元这属于周线级别的压力目标。那如果还要想要看到228美元之上的位置，那么我们只能等待后期整体的美国市场股差的整体走势环境要出现极大的利好，才有可能再次冲击下一个目标位282。所以当前的走势我们处于一步一步看，毕竟处于这样周线级别的这样一个第5浪上涨的后半程其实第5浪来看，后期只缺少一个子浪4以及最后一个子浪5的上涨，所以说只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先关注最近的这几个目标压力。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关于这个英伟达的美股科技7巨头之一的整体波浪结构分析。那么这一次分析也是给出了一定的结论，当前我们是处于这个第5浪当中，具体细分是位于5浪3的后半程或者说是末端，后期想参与只能等到5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参与到5浪5的再次上涨。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次再见。